意挤进早八的电梯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，请所有乘客遵守规则，否则将被梯箱碾成肉泥。电梯急速上升，仿佛没有尽头一样。警报里开始不断诵念着难以理解的电梯规则。1. 电梯每5分钟启动一次，随即前往一个楼层，请留意数字信号灯。2. 抵达任意楼层，电梯门将持续开启5分钟，时间结束后强制关闭。若被遗落在电梯外，将被梯箱碾成肉泥。3. 本栋大楼共有18层，每层有各自的业务，请尊重他们的商业模式。4. 注意第7层、第16层极度危险，若不幸抵达，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5. 若电梯信号灯出现-1层，恭喜你顺利抵达彼岸，请在电梯开门后迅速往前跑，直到规则全部介绍完毕，这刺耳的喇叭声总算停止，电梯也不再疯狂冲刺，让我们的心脏好受了些。数字信号灯不断降低，最终定格在了9。欢迎来到第9层海上捞火锅店。电梯门开之后，一股热气迅速冲到我们身边，混杂着香料和麻椒的味道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们身后的电梯不知何时跑到了远处的对面，空无一人，标注着5分钟的倒计时。而我们和电梯之间隔了一个巨大的火锅，我们就像变成了桌上的菜肴。火锅分4格，细细望去，其中3个都是冒着红泡的麻辣锅底，滚烫的油香风一样的往上窜，剩下一个则是清汤锅底，白水上冒着一丝丝雾气。每格锅底正上方都摆着一根筷子，如同独木桥。看这个意思，好像是要我们在5分钟之内通过独木桥走到对面的电梯里。正当大家犹豫不决，没人尝试上前的时候，一道粗粝的嗓音传入了我们的耳畔：新来的荤菜们，我提醒你们一点，每根筷子上至多只能承担4个人的重量，并且想要稳稳通过火锅走到对面，大概需要3分钟，所以尽快选择吧。如果不想被我吃到肚子里的话。顺着声音看去，竟有一个身形庞大的巨人，头顶着厨师帽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。他说的话应该就相当于本层楼的专属规则。我们这里有16个人，每只筷子只能承受4个人的重量，刚好分配均匀。紧张之中，一个秃顶的中年人率先打破了沉默，随后他指着眼前的火锅说道：这个清汤锅下面全是白水，要是不小心掉下去，或许还能游到对岸，但是那些红油的锅底下去了，恐怕就变成一堆骨头了，所以抱歉了各位，我要抢先一步了。随后他风一样的抢到最前面，率先登上了清汤锅底上方的筷子。眼见他已经摊开双手开始闯关，几位靠清汤锅底比较近的年轻人也赶忙争抢起来，4人的名额迅速被抢完，没来得及上去的人只能垂头顿足的暗骂。此时看见他们疯狂争抢，我只能无奈地挑了个最顺眼的红油锅，走上了筷子，一路缓缓前行。好在这趟关卡并没有想象中困难，这里的筷子不是滑溜的圆柱体，只要屏住呼吸，不要受到周围热气的干扰，并不会轻易掉到锅里。看来那个戴着厨师帽的巨人没有说谎。走了2分半，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，电梯箱已经近在眼前。可就在大家都要松一口气的时候，远处的巨人突然走到了桌边，他轻轻伸手一按，便将清汤锅上的筷子给压了个稀碎。筷子上面的4个人悉数落入锅中，锅里的高温让他们发出一阵阵惨叫。巨人嘿嘿一笑，冲我们咧了咧嘴：你们不知道吧，我有痔疮，从来只吃清汤锅里的肉。这个可怖的画面吓得我后背发凉，眼看电梯就在前方，我加快了速度，总算过了火锅的地界，第一个钻回了电梯里。待到剩下的11个人都跌跌撞撞的回来之后，电梯倒计时只剩下不到半分钟。在电梯门关闭的时候，我从空隙里瞥见那巨人眼放金光，连筷子都没用上，竟直接将手伸进热锅里，把他们4个人捞了起来，全部放到了嘴里。电梯再度启程，这一次到达了第1层。欢迎来到第1层，这里是剧本杀店。这次并没有什么巨人和巨大的场景，一个看着相当阳光的小哥领着我们走进了一间屋子，他就是本次剧本杀的主持人。我翻开身前的本子，看到封面上写着我的身份，3号位玩家，角色是一个王子，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，也并没有介绍什么规则，主持人直接笑着开启了剧本杀的流程。下面请1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他的笑相当阳光。1号玩家是个女生，看着手里的本子，略有些磕巴的看向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1号玩家，我的角色是公主。还没等他念完，本来和煦如春风的主持人却突然冷下了脸，右手一指，打断了他的介绍。1号玩家违反规则，请工作人员处理。话音一落，几道黑影迅速窜进屋里，抓住1号玩家的身体，用一根通红的钳子活生生把他的舌头给拽了下来。他很快便断了气，连出声惨叫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个血腥的场景让我浑身发毛，屋里陷入一片死寂，都没人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甚至还没人知道这一层的规则是什么，怎么就直接把人给嘎了？可主持人却像无事发生一般，立马恢复了从容的笑，看向一个已经呆住的男孩。接下来请2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2号玩家眼睛紧张地瞪着，从瞳子里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慌乱。这一次他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，
也没任何磕巴，相当标准的按照本子上的内容一字一句复述。2号位玩家，角色是带刀侍卫，我的职责是拥护。他念完之后，战战兢兢地看向主持人，却再度迎来了冷漠的眼神。2号玩家违反规则，请工作人员处理。不要！他不停摇摆着双手，却并没有任何作用。那几个看不清面貌的黑影眨眼便窜到他的身边，重复了之前的行为。我的脑子里跑过无数个念头，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则？诡异的场景瞬间让我汗流浃背，主持人却并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，一脸微笑地看向我。汗流浃背了吧，老弟？那么接下来，请3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到底该说什么？煎熬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如果说1号位玩家上有什么失误的话，那2号位玩家的回答已经算是绝对的标准。如果这样都算是违反规则的话，到底什么内容在规则的容许内？可就在这一瞬的交集里，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。进入第1层之后，出现的元素分别是剧本杀店、引导交流的主持人、自我介绍环节，几乎全都围绕着说话这个行为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第1层规则的底层逻辑和说话脱不了关系。或许真正的规则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粗暴得多，这里恐怕根本不允许说话。想到这里，我抬头看向主持人，迎上他的目光，不敢开口说出一个字。见我迟迟没有动静，主持人疑惑地眯了眯眼，再度重复了提示，请3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不知道猜测正确与否的我浑身冒着冷汗，足足15秒过去，主持人才终于轻轻一笑。他突然不再看向我，而是扭头看向下一个男人。那么接下来，请4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在看到我的过关方式后，其余的乘客全都有样学样，一个个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没有任何人开口回应主持人。主持人全程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每隔15秒更换一个目标，不停地索要着自我介绍。就这样，在一片诡异的安静里，血腥的关卡被安全度过。多谢各位体验我们的剧本杀，欢迎下次再来。热情的语气被慢慢瓦解在电梯门之外，不少人抚摸着冰冷的梯箱，我也累得快要不行了。这时，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，是一个短头发的女孩，约莫28、9的年纪。你好，我叫青青，多亏刚才你的反应够快，救了我们全部人的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这个女孩有点眼熟，好像在鬼畜地铁里见过。我叫酱汁。距离电梯关门还有1分钟，我想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关于电梯规则的看法。我觉得你的思维能力算是比较靠谱的。你有什么思路吗？我忍不住好奇地打量她。每一层都有专属的规则，已有的信息对于后面的关卡应该没有太多帮助。你有没有想过这部电梯对应的数字为什么总共是18层？他指了指如今固定在1的信号灯。18这个数字在神话故事里可是有一个相当知名的指代。你是说18层地狱？我们第一次抵达的是第9层海上捞火锅店，而第9层地狱刚好是油锅地狱。那第1层？没错，第1层是拔舌地狱，正好对应着剧本杀店，凡是说话的人都会被拔掉舌头。没等我们继续交流，1分钟时间已转瞬流逝，电梯已然重新停靠，清脆的叮铃声打断了我们的思路。数字信号灯停留的位置是11。欢迎来到第11层，这里是荷尔蒙的碰撞地——健身房。和第1层一样，走出电梯便有人热烈地迎接我们。那是个身形健硕的肌肉型男，胸前别着一张专业的教练证。他领着我们10人走进健身房，教练冲我们一笑，请各位在半分钟内选好自己的健身器材，在此地锻炼满4分钟后计算打卡成功，可以安全离开。和第9层一样，这又是一道选择题，选对的人可以活着走出第11层，选错的人绝对会死得很惨。我凑到青青的身边，忍不住问，第11层地狱是什么？石压地狱。所以健身房的关键元素是压力。说完，我赶忙抬眼扫了扫馆内有哪些可以被重物压住的器材，似乎只有用来卧推杠铃的史密斯架可以勉强算是。我和青青一起走到了对应区域，各自选了一个史密斯架，选了最轻的杠铃片，任凭杠铃压在自己胸口上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数遍整个健身房，这样的卧推器材总共只有8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10个人里注定有2个会死。眼见我已经安安稳稳躺在了卧推的区域，他们也赶忙有样学样，迅速跑到这边抢着躺下。很快8个位置就全部占满，只剩下2个小女生，大家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俩，却没有人愿意做出让座的举动。健身教练似乎非常满意眼前这一幕，笑嘻嘻地晃了晃运动手环，还有最后3秒选择时间，请各位抓紧喽。眼看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，其中一个女生赶忙跑向一旁，跨上一台跑步机，而另一个女生则是随便找了块瑜伽垫便躺下，拿了个小巧的哑铃放在自己的肚子上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除了压在我们身上的杠铃以外，健身房内所有的器材竟全都自动燃烧起来，顿时冒起滚滚浓烟。那个跑在跑步机上的女生眨眼间变成了一团火人，烈火灼烧出一股子焦肉的味道，在空气中不断弥漫。健身教练兴奋地搓了搓手，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根巨大的木棍，硬生生戳穿了女生的身体，活生生挑到了她的嘴边。可惜了，
今天的烤串居然只有1份。但听完他的话，我这才发现那个躺在瑜伽垫把哑铃放在肚子上的女生居然活下来了。被哑铃压住竟然也算是一种食压，就连一旁颇为冷静的青青都不禁频频点头，流露出一些欣赏。走回梯箱之后，这个有幸捡回性命的女生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抢占器材的冷漠，反倒是特意走到我和青青的身前。刚才感谢你们的提示，不然我肯定已经死在火堆里了。这番道谢让我一愣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美。简单复盘之后，电梯再度启程，慢慢往下降到了第4层。电梯才刚停稳，周遭竟直接陷入了一片黑暗。欢迎来到第4层，这里是鬼屋，请在5分钟内逃离此处，回到电梯。这里有一只恐怖的恶鬼，不要被他抓到。刺耳的警报结束之后，我总算能看清周围的环境，仿若置身一层破旧的居民房。可要命的是，另外8个人并不在我的身边。本以为能像在健身房那样共同商议着过关，可没想到这一关就让我们直接分开了。根据警报里说的，这个地方是一座鬼屋，存在着一只恶鬼，只有在不被他抓到的情况下逃离，才能回到电梯。简单的思考之后，我拉开了眼前衰朽的旧木门，走到一条走廊上。鬼屋的装修风格像是一个旅馆，走廊两侧整整齐齐地排满了房间，每个房间上都插着门牌号。我走出的这间是702，而就在走廊的尽头便有一条楼梯，可以通往上下的楼层。仔细扫视一圈之后，我发现每个房间都和702一样，空空荡荡，找不到任何可用的信，估计是要回到鬼屋原本对应的楼层第4层。想清楚这个道理，我立马动身，走到旋转楼梯，开始往楼下奔去。可刚走到6楼，我就听到了身旁传来一声惨烈的嘶吼。扭头看去，一个年轻男人正躺在走廊里，捂住自己的双眼。我认得他也是电梯里的乘客，看他痛苦的样子，我不禁皱紧眉头，这是被恶鬼袭击了。一想到恶鬼就在我附近，我忍不住拔腿就跑，向楼下飞奔而去。可我刚迈开脚步，却又听到下方5楼传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不像是正常人走路的声音，反而像是贴着地面缓缓挪步，每一步都带着灰尘的沙沙声，相当刺耳。我顿时不再敢贸然动身，只能慢慢后退，悄悄退回了6楼的走廊里，询问刚才的男人：“你知道恶鬼朝哪个方向去了吗？”谁知他放开了捂紧的双眼，里面竟没有眼珠子，而变成了空荡荡的2个眼窝。我看不见了。我去，这恶鬼还挖眼睛的。男人指了指我眼睛的位置，最后憋足力气说了5个字，便彻底断了气息。别和他对视。别和他对视。刚想思考一番，我的余光却瞥见闪过一丝黑影，用极快的速度掠过，不知道去向何处。我躲进了旅馆的公共厕所，按照那个死去的男人所说，只要和恶鬼对视就会被挖掉双眼，怎样才能避免和鬼对视呢？我感觉 CPU 都要干烧了，却在一晃眼时看到镜子的角落突然闪过一道黑影，和走廊上瞥到的一模一样。我想要扭头去看看情况，但又害怕和他对视上，只能赶紧埋着脑袋，一股脑冲出厕所。可我一钻出厕所，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正着。是我，居然迎面遇到了小美。你遇到那个恶鬼了吗？是的，在走廊的玻璃上，在厕所的镜子里，我都看到了他的一丝身影，但好在没有和他对视上，一旦和恶鬼对视，就会被挖掉双眼。待我说完，小美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那你说，他会不会就是活在镜子里的？准确的说，这只恶鬼恐怕是专门行走在所有能够反光的镜面内。如此一来，只要坚持不和镜面对视，就不会有危险。搞清规则之后，我和小美一路往4楼跑去，凡是有玻璃和镜子的地方，都提前闭眼冲过去，或者一拳将其砸碎。很快，我们便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电梯。在即将走到电梯门口的时候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电梯两侧的金属框同样具备一定的反光效果。那道黑影竟从金属框上再次袭来。危急关头，我从怀里掏出2片破碎的单面镜片，挡在了我和小美眼前。一声尖锐的惨叫猛地爆发，那个鬼的眼睛冒出浓烟。鬼直视了镜子里的自己，他同样受到了伤害。第4层的鬼屋总算是有惊无险。电梯再次启动，显示的数字让我们心里一颤。7层，电梯规则第4条说过，第7层和第16层极度危险。这次我们要面对的将会是什么？深夜，寂静的业主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：死亡讣告，幸福小区4号楼孙振国先生于4月1日不幸去世，深感哀痛，仅此讣告。4月1日，明天。我一脸疑惑的又看了一遍，长这么大不是没遇到过死人的情况，可来自后天的死讯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发错了时间，还是有人在恶作剧。下一秒，消息被人撤了回去，我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对方又发来消息，这一次不仅有讣告，还有一项。黑白照片上的男人一双凶悍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，透着一股诡异。照片上的男人我认识，他的确叫孙振国，住在3单元，可他活得好好的。不久前去超市时，我还遇到他来买烟。带着好奇，我点开了对方的头像，一望无际的黑，连昵称也是空白的。点开他的朋友圈，只有一道黑线。我正在疑惑，手机突然响起，孙振国亲自出来辟谣：“你竟敢诅咒老子，是活腻了吧？你是谁？赶紧滚出来！”
有本事咱们单挑。孙振国的火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，开始在群里骂骂咧咧，可对方一直没有回复他。他不甘心，又艾特了楼长，问他黑色头像是谁。楼长查了一圈也没弄清楚对方的身份。孙振国一肚子火没处发泄，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发送语音，输出毕生所学的脏话。然而对方依旧没有现身，本以为闹剧就此结束，可第二天孙振国真的死了，死于车祸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提前发布的讣告，忙不迭地打开手机，意外的是那个讣告竟然消失了，连同发布的人也不在群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孙振国聊天记录还在，他不可能对着空气发疯，这也太邪门了。最初小区里人人自危，生怕那诡异的讣告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。庆幸的是死亡讣告一直没有出现。3个月后，大家渐渐遗忘了这件事。然而在生活回归平静时，死亡讣告再次出现了。下班回来的我突然看到单元门口贴着一张白纸，上面森森然地写着一段血红色的大字：2单元赵硕先生于7月25日离世，哀痛万分，仅此讣告。明天就是7月25日，真的又有人要枉死。赵硕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拼，看到讣告上是他的名字，我忍不住发去语音询问：赵硕，你看到门口贴的讣告了吗？我看到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丧呢？好端端的我招谁惹谁了？或许是被吓破了胆，他说话时止不住的发颤。我已经报警了。孙振国的死太震撼，太恐怖了，我不敢拿生命开玩笑。10分钟后，2台警车驶进了小区，先是把贴在墙上的讣告撕下，随后帽子叔叔分成3组，一组查看监控，一组重点研究赵硕的生活轨迹与人物关系，一组群访小区住户，寻找杀人线索。整个小区陷入了恐慌和恐惧之中，可赵硕还是死了。25日清晨，伴随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赵硕破窗而出，接着是一声闷响，死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这哪是讣告，这简直就是催命的符纸。此时业主群变得躁动起来，大家惴惴不安地议论着当下的情形。赵硕跳楼了，他和之前死的那人到底有没有关系？谁知道呢？这也太邪性了，我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谁说不是呢？第一次觉得我命由人不由己，该不会是咱们小区犯忌讳吧？要不然怎么会频繁出事？要不找个风水大师瞧瞧。看着大家沮丧的发言，我的心也陷入了谷底，头上仿佛悬着一把无形的刀。警察对这件事高度重视，设置了大量警员进行勘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案发现场没有第3人的痕迹，种种迹象表明赵硕属于失足坠楼，暂定为自杀。业主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我没想到，下一个出现在死亡讣告上的名字竟然是我。咚咚咚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夜晚的敲门声竟让我有些心惊肉跳。麻烦放在门口，谢谢。外卖员应了一声后，脚步渐行渐远。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迅速将打包袋拿进房间，随后将门反锁。取出外卖盒的刹那，我一下子愣了。盒子的底部粘着一张折叠的白纸，颤抖着双手打开白纸，又是一张熟悉的黑白照片。死亡讣告：3单元降之女士于8月20日不幸死亡，深感惋惜，仅此讣告。看完上面的每一个字后，我的手一抖，电话掉到了地上，好像被晴天霹雳击中。这是我的名字。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，我迅速报了警。挂断电话，手机显示为10时50分。我忐忑不安地祈祷着警察能尽快赶到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强烈的恐惧下让我的头昏昏沉沉，我吓得躲进了卧室里。突然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紧接着声音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他真的来了。我的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手也不住的发抖，颤抖的嘴唇咬紧牙关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，贴着房门蹲了下来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。接着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却透着杀气的男声：江之，看到你的讣告了吗？我来送你上路。咚咚咚，把门打开吧，也逃不掉的。男人嘿嘿一笑，锁了门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下一秒是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我不禁将脑袋探出来，门口一双邪恶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我被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别过来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求求你不要伤害我。他愣了几秒，也不认识我正常。你还记得宋玉吗？我是他哥哥。他眯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问：宋玉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初中时代，家庭优渥的我无人敢惹，大家争先恐后地巴结我。宋玉是插班生，虽然是个乡巴佬，学习成绩却格外好，加上她长相甜美，很快就得到老师和很多同学的青睐。我觉得宋玉威胁到了我的地位，把她作为假想敌，处处针对她。于是我找了关系要好的2个朋友，制造了一场绑架案。这件事发生不久，宋玉就退学了。最初我很愧疚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想起来了吗？他阴森森地开口：我知道错了，你放了我吧。宋玉退学我也很难过，我只是想吓吓他，没想怎么样，他应该去别的学校读书了吧。读书？他死了，被你害死的。什么？宋玉被关在一个破房子里1天1夜，早就吓坏了。终于有人打开了房门，
他以为自己获救了，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恶魔。被欺负的宋玉患上了抑郁症，最后从楼上跳了下去。你们都该下地狱！男人用力掐住我的脖子，声嘶力竭地吼着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两只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我不知道会是这样，我只是让赵硕吓他，对不起。道歉的话亲自对宋玉去说吧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安全了。宋玉哥哥被赶来的警察制服，正在接受审查，似乎预感到我醒了，他猛地看向我，眼里再次杀气腾腾。我害怕地将头缩了起来。意外的是，让人闻风丧胆的死亡讣告，始作俑者竟然是我。当初是我指挥赵硕和另一个同学绑架了宋玉，另一个同学在大学期间因病过世。孙振国就是闯进破房子的恶魔，他和赵硕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似乎是个幸运儿，可现实告诉我良心的谴责和深夜的噩梦，让人生不如死。我不配得到受害者的原谅，只能祈祷校园霸凌越来越少，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。